那祸害怎么回来了？陛下不是把他发配到白雀寺，令他苦修思过吗？还能因为什么？还不是仗着他有个位高权重的祖父罢了。3年前，他把崔丞相的嫡女崔莹扔进御花园湖里，差点出人命，皇上才把他赶去白雀寺。进白雀寺苦修的贵女，没一个能囫囵着出来的。可镇北王上月打了大胜仗，拿军功跟皇上换他回京，谁拦得住？今儿都来了，就看这横行霸道的金枝郡主落魄成啥样。何人这么大胆，竟敢在京城纵马，不要命了？小声点儿。那是镇北王府的小郡主，让他听见你命就没了。他不是被赶去白雀寺了吗？怎么突然回来了？找死！这哪是落魄，这一身行头，富贵的晃眼。他怎么一点没受过搓磨的样子？秦金枝，你怎么还有脸回京？换我就烂在白雀寺里，哼，省得给你祖父丢人。你干的？当然是本皇子干的，你能奈我何？云雀，把这蠢货给我扔下来！秦金枝，你疯了！这可是17皇子，要不是你祖父苦苦哀求，你哪能回京？竟敢对皇子动手！原来是崔莹的狗。你敢骂本皇子是狗？来人，把他舌头给我拔了！我要把你舌头拔下来，当生辰礼送给崔莹。云雀，给我打掉他2颗牙。秦金枝，你敢动我？疯了！一回来就敢当街打掉皇子门牙。说你是蠢货，你还非得掩饰一遍。你都躺地上了，你说我敢不敢？这绊马索你们也有份，一帮敢做不敢当的怂货，等着本郡主一个个登门算账。走，回宫去找母妃。17皇子的母妃是当今沈贵妃，绝不会放过她。可这郡主这样子，半点没把沈贵妃放眼里。陛下，金枝郡主到了。快让我看看我的乖孙！你们怎么回事？我乖孙睡着了也不知道给打扇。这大热天是要热坏我的心肝啊！乖孙，陛下，这郡主还是这么没规矩，在您面前竟敢如此失仪，这是对陛下的大不敬。小点声，别吓着我的乖孙。崔丞相，不要动怒，一会儿朕就替你好好教训这混账。吵什么呀？人都被你们闹醒了。你看，你看，我就说让你们小点声，把我乖孙都吵醒了。祖父，乖孙想祖父没有？想，金枝天天都想祖父。回来就好，镇北王。你跟金枝多年没见，见着亲祖父就把朕这个皇祖父忘到脑后去了吧？哼！皇祖父，金枝回来了。这3年，金枝可想您了。您和皇祖母身子骨可还硬了？有没有好好用饭呀？哼哼，朕还以为你见了亲祖父，哼，早把朕这皇祖父忘干净了。金枝日日都惦记着。皇祖爷和皇祖母呢？这3年可知错了？金枝知错了。这3年，金枝天天在白雀寺为皇祖父祈福，盼您康健无忧，便是让金枝一辈子待在那儿。金枝也绝无半句怨言。知错能改，善莫大焉，罚也罚过了，回去好好孝顺你祖父。你们爷孙聚少离多，也该好好聚聚，回去备一份厚礼，好好向崔小姐赔个不是。人家姑娘似有贤名，哪像你这混茶不学无术。陛下这是拿我当人看吗？偏心都偏到天边去了。好的，皇姑父，金枝一定备上厚礼，亲自登门向崔小姐赔罪。崔丞相，您意下如何？一切听凭陛下做主。好，今日就到这儿，明日再议。镇北王留下，其余人都退下吧。
还说把我乖孙当亲孙子疼。哼，白雀寺那地方也是我乖孙能待的。瞧瞧，都瘦成什么样了！你这老顽固真没良心。哎呀，别吵啦，都一把年纪了，气性怎么还这么大？你这混球还好意思说？没轻没重把人家姑娘扔湖里，干坏事也不知道避着人，名声还要不要了？皇祖父，这叫光明磊落。再说了，金枝哪有什么名声？打我乖孙干什么？真当成你家的了？那当然，金枝是朕含辛茹苦拉扯大的，他还肯叫你一声祖父，你就偷着乐吧。你少往脸上贴金，要说辛苦也是皇后娘娘辛苦。金枝，走，跟祖父回家。那可不行，你那老嫂子早等着了，你把人领走，朕怎么跟她交代？祖父，今儿金枝先陪陪皇祖母，明天就回府好好陪您，成不成？真的？哼哼，等你走了，金枝有的是时间陪朕这老头子，谁稀罕跟你争？皇祖父心胸宽阔，那我呢？您气度恢宏。行了，这皮猴最会哄人，朕跟你祖父还有事商量，你先去你祖母那儿吧。那金枝就先告退了。裴哥哥，秦金枝回来了，他要是求父皇给你们赐婚，怎么办呀？你也知道，父皇对他有求必应，万一真应了可怎么办？当初就因为崔姐姐和你有婚约，他就把崔姐姐扔进湖里，差点没了命，到现在还缠绵病榻，见不得人呢。我不会娶一个心如蛇蝎的女人。心如蛇蝎，这门婚我偏要让皇祖父亲口赐下。郡主，您可算回来了，飞燕都想您想的不行了。哟，3年不见，飞燕都快变成肥燕了。快禀皇后娘娘，金枝郡主回来啦！金枝，我的金枝，皇祖母，好孩子，你受苦了，瞧瞧，都瘦成什么样了。皇祖母，金枝可想您了。都怪你那不靠谱的老祖父，把我的金枝送去白雀寺受罪，瞧瞧瘦的。皇祖母，您不怕隔墙有耳，回头有人告诉皇祖父您骂他。哼，我怕他做甚？他最好别登我的门。郡主，这可是皇后娘娘一大早给您张罗的。哼，要不是遇上你那老祖父，我没准真占山为王了。不行，我这就找他下道圣旨，给你跟裴家赐婚。好啊，争取明年给您抱个曾孙。不知道那位裴公子知道了会是什么脸色？金枝都回来了，你还要气到什么时候？想消气也行，你赶紧下道赐婚圣旨，让那裴家小子娶我们金枝。你又胡闹什么？裴家跟崔家有婚约在身，朕怎好拆散臣子的婚事？有婚约怎么了？当初我跟王家阿哥还有婚约呢，你还不是照样把我拐了来？你这混小子，一回来就闯祸，看朕收拾你！你敢？你敢？一把年纪了，朕不跟你们一般见识。好久没吃你做的饭了。陛下还没净手呢。哟，这位姐姐没见过，宫里什么时候添的新人？回郡主，奴婢在皇后娘娘身边伺候2年了。依兰香，宫女身上怎么会有这味儿？你当真想嫁给裴家那小子？好看的脸谁不喜欢？瞧你那肤浅样，脸好看顶什么用？脸好看能娶到媳妇儿啊？当年您不就是仗着这只近脸，把皇祖母哄到手的？你要真喜欢那小子，这赐婚也不是不行。这还差不多。不过京城好儿郎多了去了，裴家小子未必最好。下个月让你皇祖母办场马球赛，各家公子都叫来，你挑一挑，要还没中意的，朕再下赐婚圣旨。行，听您的。皇祖母，我都18了，您跟皇祖父不会还想跟小时候似的搂着我睡吧？回你自己寝宫去，少在这儿碍眼，不许乱跑。那我带飞燕出去消消食。新来那个宫女什么名堂？您说刘英姐姐呀？
听说江南闹水灾，他家穷得没饭吃，才卖进宫的。那他怎么爬到皇祖母身边伺候的？因为您啊，郡主。因为我。您当年亲手打了只步摇送娘娘，娘娘天天带着，有回竟丢了，是流英姐姐在小花园的池塘里捞回来的。娘娘见她忠心得体，就调到身边了。你确定是小花园那口池塘？我确定。流英姐姐捞回步摇那会儿，浑身湿透，脸都冻紫了。忠心，好啊。你身上这香气倒是宜人。回陛下，奴婢自小就带着这股淡香，家里人也常夸好闻。皇祖父，您瞧瞧，我给您带什么好东西来了？怕您跟娘娘吃多积玉，我特意跑御膳房给您挑了这个。原来是去了胖子那儿，也就你有这口福。陛下，奴婢先为您梳发吧。这位姐姐下去吧，我来。郡主千金之躯，怎好劳烦您？还是奴婢来吧。让这混球来吧，难得他有孝心。江南水灾卖进宫的，又是跑去池塘里捞步摇。这个流英，你这忠心可真够假的。锦芝，跟我去见见你那些婶婶，都是你爷爷边疆那些兄弟的家眷。我就不去了，怕看见这些婶婶，心里不是滋味。为什么呀？皇祖母，边疆苦得很，他们男人在战场上拼命，一辈子俸禄还不起我半身衣裳。您说他们心里能舒坦吗？你这衣裳是浮云锦不假，可那是我私库的，陛下给了我，我爱给谁给谁。理是这个理，可他们不清楚呀。再说祖父还是他们的头。你这滑头，那就乖乖在这儿待着，别乱跑。晚上祖母给你做好吃的。飞燕，去把李嬷嬷、赵嬷嬷请到小花园找我，顺带把刘燕也一块叫来。江南水灾卖进宫，又偏偏在这口池塘捞回步摇，这忠心来得可真巧。参见郡主，3年不见，老身2个心里头一直惦记着您呢。3年没见，嬷嬷倒跟我生分了。您给我做的衣裳，我可一直贴身穿着。中午把刘英姐姐手腕弄红了，我心里一直惦记着。姐姐这皮肤真娇嫩，轻轻一碰就红成这样。奴婢自小皮肤就弱，一碰就留印子，这点小事，郡主别放在心上。李嬷嬷、赵嬷嬷，刘英姐姐看着热了，给她降暑，别晒坏了人。嬷嬷，你们做什么？放开我！刘英，不知道哪里得罪了郡主，郡主何苦这样对我？瞧瞧这张小脸，真招人疼。便是铁石心肠的人见了，怕也要动几分柔情，想爬龙床。刘英听不懂郡主在说什么。听说呀，你在这池塘里捞回了我送皇祖母的那只步摇，还为这大病一场。这都是刘英该做的。姐姐睁大眼睛，看看这池塘里养的是什么。那是什么东西？它把鱼一口就咬断了。这池塘里怎么会有这种怪物？你说下池塘才捞回娘娘不行，那这么大的巨鳌，你在水底见过没有？你连这都敢瞒着娘娘，到底安的什么心？其实刚刚啊，我是想直接把你丢进去喂熬的。我是皇后娘娘身边的1等宫女，你敢在皇宫里杀人？怎么现在送进来的都是蠢货，没意思。你在宫里待这么久，我当年被送去白雀寺是因为什么？你不清楚？崔丞相的嫡女，你都敢动？连相府嫡女我都敢动，你一个小小宫女，你说呢？你要是肯告诉我你背后的人是谁，我倒可以考虑放过你。毕竟皇祖母还挺喜欢你的，我不想让她伤心。不说也没关系，我说你听。飞燕说你是江南来的灾民，可吃不上饭的灾民哪来的银钱？把你的姨太养得这么规整，你这皮肤白得吹弹可破，没有10几年的秘药养着，可养不出来。进宫做了奴婢，却从不自称奴婢，只肯报自己的名字。刘英姐姐，你这哪像个灾民？江南沈家有一只最善养一种奇花，叫依兰，拿这花入浴，养上几年，身上就生出淡淡的香，一靠近就能闻见。这花金贵，只供沈家人自己用。我说的可还对，沈小姐？
既然郡主知道我是沈家人，杀了我，你一样有麻烦。难道郡主还想再被赶出京城吗？你一个沈家分支的庶女，也配成为我的麻烦？世家的嫡女都留着跟旁的大族联姻呢，爬龙床这种安杂事儿，可不就只能轮到你这样的庶女来做？名门望族果然是冰清玉洁，叫人敬仰。你说我把你丢在沈家门口，沈家人会认你吗？也不知道我那只大獒这会儿饿不饿。郡主饶命！郡主饶命！我都说，是我们家主挑着我，把我送进宫，让我找机会爬上陛下的龙床。家主说了，等到时候我亮出沈家人的身份，陛下一定会封我做贵人。10几年前，陛下取消了选秀，各家都拼命想往宫里送人。你一个小小分支，哪儿打得通宫里的关系？还不是你家家主受应的？沈小姐，你这话对我没价值。沈小姐不会以为我真要把你扔进塘里喂熬吧？放心，我的熬吃素，不爱吃肉，跟你开个玩笑而已，别这么紧张。不过你这胆子跟脑子一样，不上台面，远不如上一个有趣。上一个可成功了，还被封了贵人，让皇祖母伤心了好久。时间太久，我都忘了他叫什么了。不过他当时那副样子，我倒还记得。你见过猪吗？其实猪不吃素，它们是杂食的，什么都吃。进食的时候，凡是出现在它眼前的东西，鸡鸭鱼肉，全都能成它的食物。它们吃得多也吃得快，快到吃光一个人只要半个时辰，连渣都不剩。你说有不有趣？住手！流萤姐姐还没回答我呢，这故事到底有不有趣？这人怎么这么不惊吓？好久不见，裴景年。秦金枝，你犯了大错，被赶出京城。镇北王拿一身功勋才换你回京，你一回来就作恶，这么不知悔改，怎么对得起镇北王的一番苦心？这丫鬟到底犯了什么事？你要这么狠的对她？大胆！你是什么人？竟敢擅闯皇后娘娘的寝宫！嬷嬷别怪，在下裴景年头回进宫，不知道这是皇后寝宫，还请恕罪。皇后娘娘的花园一向有禁军巡逻，怎么会一个人都没拦你？裴某刚才进来时，并没看见禁军。禁军巡逻关乎娘娘安危，我这就去禀报娘娘，这帮玩路职守的，定要治他们一个渎职之罪。你也速速离去，不然连你一并治罪。为何还不离去？两位嬷嬷既是皇后宫里的人，怎么能助纣为虐，任由他秦金枝在这宫里横行霸道，草菅人命？放肆！你不但擅闯后宫，还敢直呼剧主名讳！这帮废物竟然玩书职守，连人闯进来都不知道！我这就去叫人。裴大公子，闹了半天，你连这是皇后的地盘都不知道，你在皇宫还想治我的罪，是不是脑子坏了？天子犯法，跟老百姓同罪。裴某虽然是个布衣，也要秉公直言。你仗势欺人，为非作歹，3年白卷4的苦修，我看还是轻了。轻？怎么不轻？我这样的恶人就该关进大牢，受尽刑罚才是。你知道就好。既然裴公子说了是秉公直言，那咱们就公事公办。我是陛下亲封的正3品郡主，就算是你爹见了本郡主，也得恭恭敬敬磕个头。你一个无官无职的，就敢出言顶撞？赵嬷嬷，不敬郡主该怎么罚？杖30。外男没传召就擅闯皇后庆宫，又该怎么罚？杖80。你竟敢动私刑！裴大公子天天把天子犯法、庶民同刑挂嘴边，
怎么就没想过，对皇家不敬也是重罪？快把这贼子拿下！两位嬷嬷，把流萤姐姐带回去，好好照看。是。把人带到勤政殿前。是。秦金枝，我是裴家嫡子，你今天动我，裴家绝不会善罢甘休。裴家五姓七望之一，底蕴甚深。我就是不知道，这世家什么时候凌驾到皇权头上去了。哎呦，郡主，您怎么来了？洪公公这3年高升了，都到勤政殿伺候了。郡主折煞奴才了，多亏陛下赏识，小红儿才有这天大的福气，能伺候陛下。郡主，这位是擅闯后宫的那贼子，我过来监个刑，顺便给陛下送碗消暑的绿豆汤。怎么，没想到我真会动手？你不会以为我看上你了？以前那些事儿都不跟你计较，就由着你一次次下我的面子吧。把你引过来的那个蠢货，会不会过来救你？都说裴大公子才貌双全，光长了一张好脸，不长脑子，多可惜。不过，你这张脸我是真喜欢。你一会儿去陛下面前求一道赐婚的圣旨，我这做未婚妻的自然不忍心看你挨打。我不会娶你。打！哎呦，郡主，这位公子瞧着可娇贵。娇贵也得挨完，手别停。住手！参见九公主。秦金枝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对裴哥哥动手！哟，九公主，这么久不见，你胆子倒是长了不少。引走禁军，私放外男进后宫，你母妃就是这么教你的？你胡说！接着打，没有我的命令，谁也不许停。不许打！我看谁敢动手！飞燕，东西呢？奉佩在此，见佩者如见鸡蛋，却压人后亲临。九公主还不行礼？不可能！皇祖母怎么会把凤佩给你？这一定是你偷来的！再说我凭什么给她行礼？我母妃才是这宫里最尊贵的人。当着凤佩的面，这话你也敢说？这3年你在宫里，是不是对皇祖母也这么没规矩？这舌头要是不想要了，我不介意替你扔了。接着打，我不说停，谁也不许停。公主恕罪，凤佩在前，属下不敢抗命。你敢动他！你竟敢推我！我这就去告诉母妃，叫她把你打进掖庭，叫你求生不得！你这相貌没随着你母妃，脑子也没深着。倒是这副心肠，随了个10成10。现在改主意还来得及，要不要娶我？这才刚20丈，你撑不住的。秦金枝，你还要不要脸？竟然用私刑逼着裴哥哥娶你！你为什么这么气？你也喜欢裴景年吧？你跟崔莹不是至交吗？我撕了你的嘴！这几个的任免，你回头再帮朕看看。是，臣回去就能。陛下，不好了！金枝郡主跟九公主在殿外打起来了。
个冤孽！父皇，秦金枝他要害我！还不把这2个孽障给我拉开！住手！回陛下，金枝郡主有令，没他发话，不许停。停手！这又是怎么回事？金枝郡主，我儿到底哪里惹了你？你竟下这等毒手！当然是因为他不肯娶我啊！都说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今天正好你在这儿，不如你替他做主，退了崔家那门亲，让裴景年娶我。陛下，金枝郡主心思这般歹毒，还请陛下为臣做主，你简直是胡闹！父皇，我是来拦着他，不让他打裴哥哥的，他却把女儿打成这样，您要为我做主！你这混账，给我去祠堂跪3天，好好反省。身为公主，说话怎么这么粗气？来人，传太医，带9公主回宫医治。父皇，我才是您的亲生女儿，您为何这么护着一个外人？陛下，臣恳请陛下重重责为金枝郡主。那你想怎样？金枝郡主3年前便闯下大祸，得陛下开恩才重回京城，将郡主重新送回白雀寺。本宫看谁敢！臣妾附议。我看谁敢动我的乖孙！刚才是谁要把我的乖孙送去白雀寺？皇后娘娘，金枝郡主在宫里动私刑，为一己之私差点害了臣的儿子，您不能再护着了，请娘娘务必重责郡主。哼，要不是你儿子擅闯后宫，金枝会下令责罚他。哼，你倒好，反咬一口污蔑我的乖孙。裴侍郎，你好大的胆子！皇祖母来啦。你呀，回头有你好看的。陛下，臣妾是来请陛下为臣妾母子做主的。秦金枝殴打皇子，目无天威，把陛下的脸面踩在脚底下。父皇，秦金枝在城门口当街打儿臣，无法无天，你给儿臣做主。父皇，你看，牙都被他打掉2颗了。一个个的都是来要朕做主的。哎呦，这缺牙漏风不漏风呀？笑什么笑，没大没小。皇后娘娘倒是护得紧，她当街打皇子，宫里动私刑，桩桩都是死罪，娘娘也要拦着不让查。本宫的乖孙，轮得到你来定罪？皇后娘娘，臣的儿子是头一回进宫，怎么会去擅闯后宫？陛下，今儿奴婢们正陪着郡主在小花园纳凉，这位裴公子忽然就闯了进来，奴婢怕是贼人要伤了郡主，这才赶紧叫了御林军。突然闯进来，巡逻的禁军就这么放人进了皇后的花园，审查何在？陛下息怒，今儿在皇后娘娘寝宫，当值的禁军失职，竟让人闯进了娘娘的宫里，都没察觉，臣已经重罚了他们。没察觉，好一个没察觉！今儿要是刺客进了皇后寝宫，朕这会儿见到的怕就是皇后的遗体了。审查，你这禁军带的真是好极了。陛下恕罪。今儿当值的禁军，每人领100军棍，逐出宫去。你自己去领80军棍，停职查办。再有下一次，全部处死。臣领旨谢恩。陛下，这罚的是不是太重了些？不过就是禁军失职，往后让沈统领严加管教也就是了。皇后内院禁军失察，这也算小事。皇后的安危是小事，那明儿朕的安危是不是也是小事？陛下息怒，臣妾不是这个意思，只是觉得这罚重了些。哼，要不是看在你的面子上，朕早把他革职查办了。裴侍郎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皇后娘娘，这都是误会，
臣的儿子裴景前头一回进宫，定是误闯了娘娘的花园，绝没有冒犯的意思。要不是禁军失职，发现有人擅闯后宫，是要当场格杀的。金枝没要你儿子的命，不过按规矩责罚他几十板子。你倒好，反过来要把我的金枝赶去白雀寺那苦修之地。裴侍郎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什么纳凉？分明是他在欺负宫女，李嬷嬷跟赵嬷嬷都是帮凶。裴哥哥是想救下那宫女，才开口说了秦金枝几句，他这是想杀人灭口！住嘴！这哪有你说话的份儿？你看看你这是什么样子，还不赶紧回宫去！母妃，你怎么也不帮儿臣？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本公主亲眼所见。元一，住口！你说你亲眼所见，那就是说，当时你也在我皇祖母的护花园里。李嬷嬷说，当时的禁军是被人支走的。这么说来，是被你支走的。你支走禁军，私放外男进后宫，你想干什么？父皇，儿臣没有，儿臣跟裴哥哥是碰巧看到的。也就是说，你当时确实在花园里。你为什么会出现在我皇祖母的花园？除了交房殿的人，外人可是进不去的。本公主是听说皇后娘娘的花园巧夺天工，想去见识见识。那裴景年为什么会跟你在一块儿？哦，你跟裴景年是在幽会。我没有，父皇，您别听这丫头胡说。我说裴侍郎怎么死活不点头？我跟裴景年的婚事，原来攀上真正的金枝了。也是，公主的身份怎么都比我高贵得多。就是可怜这崔小姐，为她差点丢了性命，未婚夫还被至交好友撬走了，真是有趣。陛下，臣的儿子清清白白，绝没有跟公主殿下私相授受，更没有冒犯皇后娘娘的意思，请陛下明察。陛下，这里头一定有误会。元熙一向贪玩，姐姐的花园花团锦簇，她一个小女儿家难免心驰神往。至于裴侍郎家的孩子头一回进宫，晕头转向也在所难免。元熙一向心地善良，不忍裴家小儿一直奔波，这才替他引路，不小心撞见郡主在欺负宫女。只是姐姐这般疼爱金枝郡主，金枝郡主一回来就欺负她的宫女，妹妹都替姐姐寒心。好厉害的，一张嘴。父皇，就是母妃说的这样，是裴侍郎的儿子看不过去，才出口教训他的。不信，你让人把那个宫女叫来，就是皇后娘娘身边的刘盈，我们当面对质。去，把那个刘盈带过来。只要刘盈一来，秦金枝今天就栽定了。哟，还找帮手呀？刘盈参见陛下，参见皇后娘娘、贵妃娘娘。刚刚秦金枝是不是在欺凌你？你快告诉父皇！刘盈姑娘，别怕，这儿没人能伤你。你把被欺凌的事如实说出来，本宫和陛下替你做主，保你平安。奴婢不知道贵妃娘娘在说什么。不用怕，大胆讲出来，本宫自会替你做主。贵妃娘娘，奴婢真的不知道您在说什么。你跟父皇说，刚刚秦金枝在花园是怎么欺辱你的？我和裴侍郎之子亲眼看见，他要把你淹死。你怕什么？我母妃会替你做主。陛下，刚刚奴婢在花园里中了暑，郡主见了，让两位嬷嬷往奴婢脸上撒了点水降温。九公主说的欺辱，奴婢实在不知是什么意思。你撒谎！他刚刚明明要淹死你，你还帮他说话！本公主拔了你的舌头！哟，这就动手了，人证自己都不认呢。够了！贵妃，你养的好女儿。陛下，
下恕罪，元熙性子贪玩，一时误会了郡主，都是臣妾平日教导无方，还不快给金枝郡主道歉！我凭什么给他道歉？你一番好意误会了郡主，快给郡主道歉，给他赔个不是！哟，台阶都递到脚边了，还不会下呀？我绝不道歉！九公主不敬皇后，禁足半年。沈贵妃教女无方，家罚禁足3月，罚俸半年。父皇，你为什么不信我？臣妾遵旨，这就带九公主回宫。父皇，您怎么能这么罚母妃？她可是贵妃，往后让她怎么自处啊？朕连罚个贵妃的权利都没了。多大的人了，被打了就会回去找娘告状，连金枝一个小姑娘都打不过。你也给我回去，禁足1个月。打我的明明是她那武功高强的婢女，凭什么连我也罚？裴侍郎，现在还要送我去白雀寺吗？臣不敢，一场误会，小儿也已经受了罚，还请郡主恕罪。我为什么要恕罪？我可是差点就被送去白雀寺了。那是什么地方？裴侍郎不会不清楚吧？金枝，别闹，裴侍郎也是疼儿子，一时着急罢了。既然陛下都开口了，我自然要给陛下面子。裴侍郎，本君主就暂且原谅你的无礼了。多谢陛下，多谢郡主。不过呢，你的无礼可把我吓着了。裴侍郎，这事儿你得给我补偿。裴侍郎怎么不说话呀？敢问郡主想要什么赔偿？裴侍郎自己说，污蔑了我这个郡主，拿什么礼来赔才合适？陛下，小儿跟崔丞相之女早有婚约，要不是3年前郡主闹那一出，他们早成婚了。前几日崔丞相寻到了名医，崔小姐很快就能痊愈过门，这是君子之约，怎能因郡主一句喜好就作废？裴侍郎，你不会以为我是要裴景年给我做赔礼吧？你们裴家这赔礼的礼数，可真是闻所未闻。我是陛下亲封的郡主，正3品，我代表的是皇家，他就算是裴家嫡子又怎样？一只蝼蚁也配抵消污蔑皇亲的大罪？臣僭越，不知校主到底想要什么补偿？我听说你们裴家有一株100年的火灵芝，本郡主想尝尝是什么味道。怎么，裴侍郎舍不得？陛下，火灵芝是我裴氏一族的至宝，只有家主才能做主，臣实在做不了主啊。你做不了主，那就回去找能做主的人。皇祖母已经出来好一阵了，我得陪她回宫歇着。要是累坏了皇后，裴侍郎，那可就不止一株火灵芝的事了。本宫这头有些发晕，锦芝，快扶皇祖母回宫歇着。对了，火灵芝送进宫之前，裴景年就先留在宫里养伤吧。郡主这是何意？扣个人质，裴侍郎还看不出来？陛下，郡主这么做于理不合呀！哎呀，本宫这心口好痛！快传御医！陛下，陛下！裴侍郎还是赶紧回府去吧，动作要快。这宫里可不比你们裴家。裴景年要是在宫里出点什么意外，本郡主可就爱莫能助了。跪下！行了，别装了。干什么让我乖孙罚跪？要耍威风，上那狐妹子那儿耍去，别来我这交房殿。这混账都是你惯出来的，今天闹这么一大出，就为了一株火灵芝。皇祖父还挺聪明，从小你什么好东西没见过，为一株火灵芝把宫里闹个人仰马翻。你想要什么？不会直接去朕的司库拿？皇祖父，这个您司库里还真没有，您还真不懂。裴家底蕴那么深，连他们都当宝贝供着的东西，
不用想，都金贵得很。你那麒麟杖呢？我非得抽他一顿。谁让你司库里没有？金枝要了又怎么了？不过这火灵芝不是我吃，是给皇祖母要的。我之前遇着个神医，他说100年的火灵芝配上紫阳参炼药，能根治皇祖母身上的旧疾。我要是直接去管裴家要，他们能给我才怪。算你这魂教有良心，那你大可直说，朕让裴家献上来不就完了？您上去就要人家留着续命的至宝，那不成强盗了？你怎么就想着你皇祖母，也不想着皇祖父？怎么不说关心关心朕的身体？嗨，你这老头怎么这么小心眼儿？那火灵芝那么大一株，皇祖母又吃不完，剩下的不就给您补身体了吗？真不知道你这性子随了谁。我养的当然随我，不然还能随你这糟老头子？郡主，流萤姐姐说想单独见您一面。郡主，奴婢愿为您效命。效命？我不过是个纨绔混账，你能为我效什么命？奴婢愿意做您除掉沈贵妃的刀。郡主，今日当值的禁军都重伤不治，尸体已经全送回各家了。沈贵妃那位好弟弟伤得怎么样？不过是80军棍，要不了他的命。奴婢给行刑的塞了银子，棍子上涂了药。沈统领这伤一时半会儿好不了。我这人呢，慈悲心重，看见流浪狗就想捡回来养。不过我不喜欢没胆量的狗。我有胆量，我会当好郡主的狗。在沈家我也算不上人。有主人的狗。真是一条好狗。我抓住了，我抓住命运了。郡主，他们竟然敢这么对你！奴婢这就去找皇后娘娘，给您讨个公道。一点小伤也值得你哭天喊地。皇祖母年纪大了，少拿这些烦心事去搅她。您可是千金之体，这哪是什么小伤啊？那帮老货也太狠了！那崔家小姐还好端端的，凭什么让您受这么多苦？依奴婢说，还不如直接把她解决了，也好出口气。得了，你那点心思比我还狠。还能再撑些日子。皇祖母，我来了，快上来。朝望日，其安康。幼童身畔沐暖阳，夜观星，入天香。好梦悠悠，岁月长。行四方，福满堂。长成栋梁要加帮。什么？你说今年被打了几十大板，还被扣在宫里，让咱们裴家拿火灵芝去赎？谁知道那禁之郡主如此胆大妄为，所以你就同意了，把今年一个人留在宫里。一个小辈就把你耍得团团转，这你可真有出息！我怎么可能同意？是陛下跟皇后都给那秦金枝撑腰，我才赶紧回家来找父亲拿主意。父亲，不如随便找只别的灵芝顶上。火灵芝是至宝，亮那秦金枝也没见过。住口！往后别再让我听见你说这种话。
难道真要把火灵芝给了那个混账？难道就让锦年一直扣在宫里，叫外人怎么看我裴家？火灵芝再金贵，也不过是个身外之物，哪有我裴家下一任家主要紧？明天一早，你就带着火灵芝进宫，把锦年给我接回来。是，父亲。你再去给丞相府递个信，问问崔家小姐身子如何，近期能不能把婚事提上日程。可锦年才受了伤，那崔家小姐的身子也没大好，这是不是太赶了？你当这婚事是他们两个小辈的事，这是整个裴家跟崔家的事。婚事一成，裴崔两家就彻底绑到一块儿了。要不是3年前那秦金居胆大包天，把崔颖扔进水里差点没了命，咱们裴家跟崔家的盟约3年前就该缔结成了。偏这2年陛下又开始启用寒门，世家跟陛下这关系越来越不对味儿了。我有种预感，要不了多久，这朝堂上必定要骤起波澜。你又要做什么？还能做什么？等你爹来赎你呗。你到底在说什么？我又为什么会在这儿？怎么，昨儿你没跟他说清楚？昨天事儿太多，一忙就把他给忘了。卑职参见郡主。李靖，这么早就当值了？来得早，才不耽误郡主的事儿嘛。这位姑娘手持您的玉牌，说您传令叫她入宫，卑职就把人给您带来了。郡主，您这是把宫门口当自家门口了？差不多吧。我让你带的家伙都带齐了没？喏，我吃饭的家伙都在这儿了。倒是你，真弄到100年的火灵芝了？那是自然。快让我瞧瞧，我还从没亲眼见过这种奇药呢。东西又没在我这儿，合着你耍我玩呢？喏，给你送火灵芝的人，这不就来了？裴侍郎，早啊。郡主，这是你要的东西，东西给了，还请放小儿归家。我的火灵芝，先让我开开眼。郡主，这可是300年的火灵芝，极品啊！300年极品火灵芝到手了。父亲，不可！你呀，还是那么阴损。他这点皮外伤，疼是疼，3个月内可死不了。今年，裴侍郎，止步。秦金枝，你这到底是什么意思？还能什么意思？你家公子大逆不道，冲撞了我们郡主。这火灵芝就是给郡主赔礼压惊的。什么世家大族，一颗灵芝都这么舍不得，我看不如改叫抠门世家算了。父亲，为什么把我裴家的火灵石给他？怕裴侍郎想儿子想得慌，我一早就把人给你抬来等着了。赔礼也收了，人也还你。裴侍郎，领着公子归家去吧。飞燕，我们走。方才还嚣张的没变，转眼又……这秦金枝，我怎么就看不透他？明明该恨他的，怎么这眼睛偏偏挪不开？哼，倒得正好，省得碍郡主的眼。柳依依，你这样真的特别猥琐。随你说，300年的火灵芝，这辈子就摸这一回。3年学医，我还是头一回见这么极清点的火灵芝。一株草也值当你这么稀罕，不就是给人治病的东西？你懂什么？哪个大夫不想拥有这种东西？有了它，你说的你祖母那病很有可能就能治好了。
那这趟你倒是没白进宫。你没吃我给你带的药吗？郡主怎么了？飞燕，锦盒上有毒。郡主，你醒醒！秦金枝，你个闯祸精！一进宫就给我整这么大的活，诬陷朝廷命官，这是要杀头的呀！罢了罢了，反正横竖都是你拉我下水，我也晕了，你快叫人。你们这么多人，还不赶紧给我想办法！娘娘，郡主身中奇毒，臣等闻所未闻，还请娘娘再给臣等一点时间。时间？本宫给你们时间？谁给本宫的金枝时间？当初我的瑶儿，你们也是说要些时间。一样的脸，一样的毒，我的瑶儿才3岁啊！那一回我等没了我的女儿，这一回我一刻都不等了。你们要是救不回金枝，本宫要你们全部给她陪葬。娘娘饶命！娘娘，民女可以救郡主。啊，这又是哪来的丫头，也敢说能救？民女柳依依，今日奉郡主之命进宫，给娘娘调理身子。在宫门口遇上裴侍郎来送火灵芝，郡主让我验那株枝，谁知锦盒上早被人下了毒。那锦盒只有民女和郡主碰过，所以我俩中的是同一种毒。你真能救金枝？娘娘，臣女自己能醒过来，不就是最好的答案吗？对，你能醒，金枝就能醒。你救她，本宫重重有赏。娘娘，请让这些御医大人都出去吧，民女要给郡主施针。都退下！娘娘，你也去外头歇着吧，这施针凶险，旁边有人在，民女怕分心。你一定要把我的金枝救回来。唉，方才装的我脸都僵了，这下可算能喘口气。秦金枝，你可千万得给我醒过来。郡主暂时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，不过要想解毒，还是有些麻烦。金枝到底是中了什么毒？锦盒上的毒是幽冥花。幽冥花，好一个催培姻亲，结亲结到火，本就该齐心，倒先齐了心来害朕的金枝。洪德全，宣裴侍郎、崔丞相即刻入宫。奴才这就去传。幽冥花，京城里养得活这花的可没几家。娘娘，这幽冥花5年才开一回，花瓣紫得发黑，夜里月光一照，花枝上还会折出像碎星一样的光。花长得是好看，毒性却烈得很，一时一口，顷刻就能要人命。外头都叫它死亡之花。这花娇贵，满京城的闺秀都试着养过，可活下来的。奴婢听说，京城里养活这花的，就崔家小姐崔莹一个人，统共也就那么1盆。只此一盏，那这毒打哪儿来的，可就好说了。臣参见陛下，参见皇后娘娘。裴侍郎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在宫里头毒害郡主！陛下，臣实在不明白，您说的是什么意思？哼，裴侍郎好算计，金枝不过是要你们裴家1颗灵芝，你们裴家就要本宫金枝的命，裴家好大的胆子！皇后娘娘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今儿一早，臣就把火灵芝亲手交给郡主了，何来毒害郡主一说？金枝就是拿了你的灵芝才中的毒，这会儿还昏着，生死都不知道。裴侍郎，你到底安的什么心？是心疼那颗灵芝，还是替你那没过门的儿媳讨公道？娘娘明鉴，臣冤枉啊！陛下，娘娘息怒，臣等实在不清楚到底出了什么事，可这里头一定有什么误会。崔丞相，那你可知道郡主中的是什么毒？还请陛下明示。幽冥花。什么？幽冥花？这京城里养活这花的，满打满算就我女儿崔莹一个。
赏花会都开过好几场了，谁不知道只此一斩？陛下，臣等绝没有半点毒害郡主的心思。那你倒是告诉朕，这普天之下，除了你崔家，还有谁有这幽冥花？偏偏这一中毒，把我们两家一道扯下水。裴家送的赔礼毒，却是我崔家独有的花。这分明是有人居心叵测，专挑我崔裴两家下手。陛下，这一定是有人在冤枉崔裴两家，还请陛下明鉴。陛下，正如崔相所言，定是有人想栽赃嫁祸我崔裴两家。裴家绝无半点毒害郡主的心思，臣再蠢也不至于当着满朝文武的面给郡主下毒啊！今早上朝，多少双眼睛看着臣把火灵芝交给郡主的，偏还用那满京城都晓得是崔家小姐独有的花来下毒，这不等于满世界嚷嚷我们两家合谋吗？在宫里头毒害陛下亲封的郡主，这往大了说，不是逼朝就是谋逆，这是要把臣往死里栽啊！陛下，求您给臣几日时间，臣定当查个水落石出，还我崔裴两家一个清白。哼，崔丞相好算计。本宫的金枝这会儿还生死不明，你倒想着自个儿去查，这不正好给你销毁罪证的功夫吗？这位娘娘平日仁德之功，从不沾成正，偏把那混世魔王腾到眼珠子里。今儿这火是真烧到我头上了。既然你们两家都喊冤，那就查。不过皇后说的在理，这案子就不劳烦崔丞相亲自动手了。洪德全，传大理寺卿觐见。奴才遵旨。在事情查清楚之前，就委屈两位卿家暂且留在宫里头吧。陛下，这……本宫把话撂这儿。金枝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本宫绝不会放过你们。我的城府，我的深谋远虑，一碰上这秦金枝，全成了摆设。他不按常理出牌，把一桩事搅得稀烂，倒叫我一国丞相为这毒害小辈这种破事儿，被软禁收监。这秦金枝怕不是个灾星投的胎，谁碰谁倒霉。好不容易才把儿子接回家，这转眼又把我扣在宫里头，我这是犯了哪门子太岁呀？郡主，崔丞相跟裴侍郎叫陛下扣在宫里了，本来要送去内狱的。碍着两人身份，陛下把他俩软禁在内院啦。跟我预想的一样，去跟柳依依说一声，让她回头告诉皇祖母，明天我就会醒过来。为什么要等明天呀？皇后娘娘都担心坏了。皇祖母平日里那些烦心事，全憋在心里头，趁这回让她痛痛快快发一发火，也是好的。再说，我要是醒得太快，怎么显得出这毒有多凶险呢？呸！这果子也太酸了！郡主，你到底是怎么吃得下去的呀？这是酸性，可不就酸吗？柳依依送来的，外头那点动静，且热闹着呢。我的儿怎么伤成这个样子？今年疼不疼？娘看着都心疼。娘，祖母我没事，皮外伤养几天就好了。今年你跟崔莹的婚事要尽快提上日程了。祖父的意思，孙儿明白。这门亲事不光是你们两个小辈的事，崔裴两家正式结盟的盟约就记在这上头。孙儿懂得分寸，不会让祖父失望。婚事，你这一身伤还没好呢，还不都是那个秦金枝闯出来的祸？娘，这伤跟他不相干，我厌恶他，不是这一回两回了。崔家姑娘端庄守礼，知书达理，那才是配得上你的人。那个秦金枝张牙舞爪，没个规矩，哪像个贵女？祖母说反了，她不是没规矩，是这世上没一条规矩管得住的。想闯祸就闯祸，不必代表谁，凡事只凭他自己的喜恶。泥腿子出身的新贵，也配让你这般记挂？祖父，咱们世家自觉高人一等。可咱们这些人里边，没一个能活成他那个样子。这话，孙儿不得不认。那你倒是说说，你定亲那天，他把崔家姑娘推下了水，差点要了人命，你当真半点没往心里去？陈年旧事了，
娘别再提。他被赶出京城那天，满府都说你一早就出了门。今年你到底去哪儿了？祖母，孙儿乏了，想歇歇。崔家的婚事，孙儿自有分寸。满京城都说他喜欢我，我不是厌恶他，是我嫉妒他。你去打探打探，老爷今日去了哪儿？怎么到这会儿还不归家？回夫人，奴才问清楚了，老爷今日和崔丞相一道被重新宣进宫里，之后就再没消息了。进宫之后就没消息了，快随我去见公公。你说裴红和崔丞相进宫之后，消息全被封锁了？是啊，公公，有消息不可怕，没消息才可怕。真出了什么事，咱们连怎么应对都不知道。先派人去趟崔家，再安排人打点宫里，务必搞清楚到底出了什么事。是。风雨欲来呀！老爷，崔家递了话来，说崔丞相进宫之后，也是再无音讯。马上给宫里的人传信，他们二人进宫之后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务必给我问清楚。别人不知道，我可听得真真的。这位郡主竟然是真睡着了。金枝，好孩子，你可算醒了，吓死皇祖母了。皇祖母，我这是怎么了？这还是外头那个混世魔王吗？崔裴两家合谋要毒害你，竟在那锦盒上下了毒。你放心，祖母一定为你讨个公道。世家不都自诩清流吗？怎么想我的命，手段也这么上不得台面？清流，我看最上不得台面的就是他们。放心吧，祖母，有柳依依在，我不会有事的。皇祖母，柳依依可给您诊过脉了。这姑娘倒是提了，可你还昏着，祖母哪有那个心思诊脉？柳依依医术高着呢，尤其擅长各种女子的隐疾。这回我把她叫进宫，就是为给您调理身子的。都是些陈年的旧疾了，太医院月月都来，效果聊胜于无。我实在是不想再喝那些苦汤药喽。柳依依可不是说太医院那帮酒囊饭铲，您信我，她一定能治好您这些顽疾。皇祖母，要不然咱们打个赌。哦，金枝想打什么赌？让我听听你们祖孙俩要打什么赌。我跟皇祖母打赌呢，我带来的人能不能治好他的旧疾？你是说这双10年华的小娘子能比得过朕整个太医院？当年皇后随朕征战，条件艰苦，受了伤也没得好好医治，旧伤没养好又添新伤，日子久了就落下这病根，一发作起来就疼得钻心。太医院这些年也没个根治的法子。皇祖父，要不要也加入这赌局？想跟朕打赌？你这混球，拿什么做赌注？若是柳依依治不好皇祖母的病，金枝从今往后就老老实实待在宫里，听从祖父祖母的全部教诲，服从祖父祖母的一切安排。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好，朕就跟你打这个赌，朕也听听，你若是赢了，想要什么？这小娘子既能解毒，想必是有些真本事的，她绝不会害皇后。若真能治好，倒解了朕一块心壁；治不好，这魂球往后安分守在朕和皇后身边，也是桩好事。我要柳依依入太医院。郡主，治好娘娘我也就6、7成把握，这要是输了，你这辈子都得困在这宫里头了。你要是治不好我皇祖母的旧疾，太医院你也是待不下去的。我能给你一步登天的机会，可你得有不被人撼动的本事，才不会被人一把摔下来。治好我皇祖母的伤，是你的敲门砖，也是替你挡风暴的护盾。这世道
哪有女子的立足之地？日后被嘲笑、被驱赶，我的医术明明比那些男人高出一截，可就因为我是女子，连个证明自己的机会都不肯给，我就要站到这最高的庙堂上，让世人都看看，我柳依依的医术就是高。千百年来，太医院没有过女子，那我便要做这第一个女太医。你若真是陛下和皇后娘娘的亲孙女，那太子殿下可就危险了。你若是治不好我皇祖母，那你也危险了。哼，懒得理你。明儿我就正式给皇后娘娘调理身子，让你见识见识我这未来天下第一女神医的厉害。女神医走的时候，记得吹了蜡烛。你的药还没做好，我给你拿了几颗暖阳丹，睡前吃一颗，会好受些。真冷啊！什么？你说裴红跟崔家合谋毒害郡主？回老爷，宫里传出来的正是这话。我那儿子是不成器，可他也不是个没脑子的蠢货。这种事他做得出来？这怎么可能？是有人在害裴家，准确说是有人在针对崔裴两家。祖父，父亲绝不会做这种事，更何况还大张旗鼓的跟崔家掺和到一块儿。你知我知，崔家也知，恐怕连陛下也知，可那又如何？现在郡主昏迷不醒，又有那么多人亲眼看见，咱们却连到底是谁要害裴家的都不知道。陛下把父亲跟崔丞相软禁在宫里，不知道是谁负责查这件事。是大理寺卿袁正风袁大人。袁家跟咱们裴家走动也算密切，有他在，应该无事。差个人去趟袁家，打探打探什么情况。世家屹立百年不倒，这么明目张胆的陷害，可不是什么人都敢出手的。陛下贤明，难道真看不出来？事情都过了一天，宫里却把消息封得死死的，就连我们都是费了好些手段才打通道，每一桩都透着不寻常的气息。你身上还有伤，先回去歇着吧。明日袁家传回消息，咱们再商议。孙儿告退。镇北王，奴才还没通传呢，您还不能进啊！你这是干什么？像什么样子？御书房，你说闯就闯！你这老东西，还好意思说？我的乖孙刚回来一天，就差点丢了小命，你这是要我的命啊！锦芝是在我膝下长大的，我疼他跟眼珠子似的，出这样的事儿，是我愿意的吗？我不管！今天崔裴两家必须给我一个交代，要不然我就打上门去。你放心，裴侍郎跟崔丞相已经扣在宫里了，等大理寺查明真相，我一定给你个交代。我就说，一进你这皇宫就没好事儿，我要带我的乖孙回家。金枝才刚醒过来，你就不能让他好好歇歇吗？我懒得跟你说，我去找皇后娘娘。现在谁敢把金枝带走？我那老婆子都敢吃人，在旧房店我都不敢大声说话。秦业这老小子去，正好出个眉头。镇北王求见。祖父怎么这么早就来了？你不是中毒了？诓人的，毒是我自己下的。嗨，好小子，差点把你祖父我的魂儿都吓没了。宫里把消息封得这么严实，祖父是怎么知道我中毒的？你说袁大人昨日突发重病，卧床不起，那现在负责这件事的换成谁了？现由新提拔上来的大理寺少卿手里。是何人？
听说这位新少卿原先是沧州知县，去年查出一桩高官贪腐的案子，貌似把罪证送进京，被陛下破格提成大理寺少卿。袁大人偏偏这个节骨病倒，换一个谁都不熟的少卿来接手。祖父，这太巧了。有人在害裴家，不是有人在针对崔裴两家。你父亲再蠢，也不会蠢到在宫里下毒杀人。屹立100年的世家，这么明目张胆的陷害，可不是什么人都敢出声。陛下贤明，会真看不出来？备车，去大理寺。你身上还有伤，先回去歇着。我去会会这位新少卿。孙儿，记着祖父这句话。这案子，怕不是冲着毒来的。娘娘，往后这段日子，民女每天给您针灸，再配上秘药，1个月，您的旧疾能好上5、6成，不再3天2头发作；3个月能好到8、9成，剩下那1、2成，明日配些调理的药丸，养上1年，娘娘就能痊愈。你说的可是真的？若是没有参根火灵芝，民女顶多1、2成把握，可现在民女有了这2样，有绝对的把握把您治好。好，你若真能治好本宫，本宫重重有赏。多谢娘娘，可这功劳民女不敢领。这参根火灵芝都是郡主冒着性命寻来的，没这2样，民女也不敢拍胸脯说治得好。性命？什么性命危险？民女失言了。你快说。皇后娘娘，郡主不让我说，您就当没听见，成不成？你要是不说，本宫现在就治你的罪。娘娘息怒，民女说，民女这就说。这是郡主在参天阁跟人赌了3天3夜赢来的。什么？这兔崽子敢去赌坊？娘娘，镇北王求见。娘娘，您这是找什么呀？老娘的鸡毛塔子哪儿去了？完了，我这张破嘴。小祖宗，你竟然敢去赌场！柳依依这张破嘴！老嫂子，这是做什么？你给我让开！这丫头敢进赌房，看我不打折的她的腿！像一堵墙和谐在，要把自己拧成猪蹄儿！给老娘出来！老嫂子，到底什么事儿让你这么大火气？金枝身子还没好利索，你怎么还动起家伙事儿来了？你让这丫头自己说。小小年纪不学好，跑去赌钱，我是这么教你的吗？乖孙，你缺钱花？我没赌钱，是那参天阁的老板手里有参，我想买，他不卖给我，我只好跟他过了几招。你要那东西做甚？柳依依说给皇祖母治病缺不了那玩意儿。老嫂子，你听听，金枝这不是为了给你治病才去的吗？你消消气儿，消消气儿。我要是早知道是这么来的，还不如这会儿就闭了气，我还活着做什么？金枝，还不快跟你皇祖母认错，说你往后再也不去了。皇祖母您消消气，金枝以后再也不去了。你给我跪下！你现在给我发誓，若是再进任何赌坊，老婆婆我往后就没有好下场。皇祖母，金枝知错了，您别这么咒自己。你现在立马发誓！我秦金枝再次发誓，此后绝不再进赌场，如若违背誓言，天诛地灭。不行，你跟我念：我秦金枝此生再不进赌房。我秦金枝此生再不进赌房。禀老太爷，新上任的大理寺少卿，咱们的人在外头守了半日，连个人影都没抓到。派去大理寺的人呢？见着了没有？去了，那位少卿一面都没出来见，只一句公务缠身，就把人打发回来了。竟然如此目中无人！一个小小的大理寺少卿，竟敢让我裴家吃闭门羹！丞相府也派了人过去，那位少卿同样没见。不过一个小小的少卿，还拿上谱了？
怎么还要老夫亲自上门不可？祖父，还是孙儿去一趟吧。一个小小的少卿，有何脸面让我裴家的嫡系亲自去见？此事已被大理寺收管。袁大人突发恶病，交了权，如今就是这位少卿全权负责。孙儿打听过这位少卿的过往，他敢冒死进京揭发贪污，性子必定骁勇刚硬，又是陛下亲自破格提拔，有些孤傲也是正常。可如今宫里把所有消息全封锁了，我们裴家若不主动些，就会陷入被动。祖父，这绝不是什么好的开端。可是你身上还有伤。我的伤不碍事，那金枝郡主应该是让人留了手，我这伤只是看着吓人，并没有伤筋动骨。那你快去快回，若是身体不适，不要硬撑。去备马车，我这就去大理寺。可是大理寺少卿景行及赵大人，你是何人？我乃裴家门房，我家公子有要事，想与赵大人相商。你家公子又是何人？我家公子乃是京城第一郎君，裴家嫡子裴锦年。裴锦年，裴家麒麟子，倒是有过耳闻。不过本官与裴家并无私交，何来要事？本官还有公务在身，先走一步。公子，也太狂妄了！这马无忌也太狂妄了！您都亲自来见他了，他竟还如此装模作样，这不是打裴家的脸吗？一个芝麻大点的小官，得了天恩才进了这京城，真拿自己当回事儿了。可明，不得无礼。回府。连面都不肯见，这是已经站好了队。停车，去镇北王府。公子，去镇北王府做什么？解铃还须系铃人。不管如何，郡主中毒昏迷，我都该去探望。那我们不是该进宫探望吗？我无官无职，未经宣召不得入宫。如今宫中封锁消息，我已不能大张旗鼓地去求见郡主。可镇北王府定有专人与宫中通传消息，所以我们去镇北王府。嘿嘿，那郡主肯定会召见你，毕竟她可是做梦都想嫁给您呢。您要是前去探望，她指不定多开心呢。嘿，也走了。就因为是我的父亲下毒，他才会中了招。我若不去，倒成了我裴家欠他的。现这强去，越发显得深沉。裴锦年有要事求见郡主，还请代为通传。真是稀客，裴家大公子竟会主动求见郡主，真是不巧了。郡主不在府中，改日再来吧。你什么态度？竟敢跟我们公子这么说话！哼，少跟我耍威风！看清楚了，这是镇北王府，不是你们裴家，又不是你们郡主。上赶着我家公子的时候，这次拿的什么枪？这会子拿的什么枪？放肆！郡主也是你这厮可以议论的。来人，给我拿下！这一巴掌是替郡主打的，再若不敬，便打折你一条腿！关门！裴某管教不严，还请见谅。我与郡主情非泛凡，当真有要事求见郡主。这是在下的玉佩，如若郡主想见裴某，即可拿着这玉佩去裴家。公子，你何苦说这种话？我会禀告给郡主的。可明，扶我一把。公子您醒醒！你们镇北王府欺人太甚！郡主，听说裴家大公子求爱被拒，伤心过度，在大街上晕倒了。听说了，真惨啊！您这2天都没出门，您怎么知道的？宫里不是都在传吗？他不是跟崔小姐定亲了吗？怎么还去求爱？就不怕崔丞相生气？可能又不想跟崔小姐成亲了呗。郡主就不想知道那裴公子是被谁拒绝了吗？
在镇北王府门前晕倒的，当然是被本郡主拒绝了。什么？在镇北王府面前晕倒的？这裴大公子去镇北王府干什么？想见我呗。郡主，您怎么什么都知道？你猜，裴几年在镇北王府门前晕倒，不过是上午的事儿，为何这还没过午时，宫中便传遍了？因为裴大公子京中素有盛名。屁，当然是你家郡主我传的了。那裴大公子真的喜欢上郡主了？被拒绝都伤心的晕过去，这是已经情根深重了。难不成那裴大公子以前都是装的，就是为了引起郡主您的注意？3年不见，他发现郡主对他的感情已不复从前，所以立马把心意传达给您。我看你出宫以后，光写画板子也能养活自己。我出宫就拿着我的小包袱去镇北王府，郡主说了，养我一辈子的。行，10个你，郡主我也养得起。郡主，那裴大公子要不是为了表心意，为什么会去镇北王府啊？因为他进不了宫，但是镇北王府的人可以。他想见我，只能去镇北王府。那他为什么要见您啊？还晕倒了？还能为什么？肯定知道了我因为他爹中毒的消息了呗。啊，我知道了，他是想救裴侍郎，急火攻心，所以晕过去了。让府里给裴几年传个话，续时天香楼一见，过时不候。郡主您要出宫，去把柳依依叫来。景玉在这种地方，郡主到底想做什么？公子，这没准就是那郡主为了得到您，特地设下的局，您可千万小心。他既约我在此，我若不来，便永远问不出那毒的根由。走。这位公子的装扮还挺别致，不知道想要找哪位姑娘？天字号房可有人等候？原来是见天字号房的客人，不知公子可姓裴？正是，还不速速带路？公子这边请。这位小哥可就不能进了，里面的客人说了，只让裴公子一人进去。那怎么行？万一我家公子遇到什么危险，你担待得起吗？这是里面客人的规矩，若是这位小哥非要进，那2位便请回吧。怎么不做？这菜色不满意，还不去给裴公子布菜？郡主这是何意？瞧我这记性，裴公子可是京城第1郎君，风光细月着呢。快回来！你不是想见我？见我就是为了看我吃饭。听说郡主中毒了，不知道郡主现在身体如何？吐了2吐血，死不了。听说郡主中毒是因为我父亲用来赔罪的锦盒上有幽冥花。没错，在锦盒上涂幽冥花，你们崔裴2家想要我死。这件事情其中定有蹊跷，崔裴2家绝无毒害郡主之意。因为毒就是我自己下的。您再说一遍，毒是您自己下的？怎么这么淡？奴家这就让人给您换一桌。不必了。怎么不做？郡主是在跟裴某开玩笑吗？你若是想当成玩笑，也不是不可以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当然是为了你。你不想娶我，那我就只能用点手段让你妥协了。你看，以前对我避如蛇蝎的裴大公子，如今不也乖乖主动来见我了？所以你就诬陷我父亲来，给你丧身都下毒。很有效吧？你这毒妇，那是我父亲，稍有差池便是性命不保。你把人命当儿戏，当真是恶毒到了极处。他是你爹，又不是我爹，他的死活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还是比较喜欢你说我心如蛇蝎。那天你听到了我跟九公主的谈话，是你故意引我过去的。要不是萧元熙那个蠢货故意把你带过来，我本懒得搭理你们。你们非要送上门，我不出手，倒是对不起你这京城第1郎君的名头了。怎么样，我这般内里跟外头一样恶毒的人，
算不算得上表里如一？裴公子可有改了主意？想娶我了？我裴锦年绝不会娶你这样心狠手辣的女人。裴侍郎的命不想要了？你当陛下真会任由你这样胡闹？裴家与崔家是百年世家，地位不可撼动。我父亲若是死了，裴家绝不会善罢甘休。如果你今天走了，往后再若反悔，可就不是你我私下能解决的。当今陛下似有贤明，大理寺受理此案的赵大人，也是一位刚正不阿之人。我父亲没做过的事，他绝不会冤枉。请便。郡主，您就这么一五一十全告诉他了，就不怕把事情闹大了？我就怕他不把事情闹大。柳依依，走了。郡主，你这楼里的厨子手艺也太好了，怎么一个青楼的厨子能有这么一手好厨艺？废话，京城第一楼的名头，你当是吹牛吹来的？你说那些被你收拾过的纨绔子弟，一边骂你骂得狗血淋头，一边又把白花花的银子大把大把往你这天香楼送。要是哪天叫他们知道这楼是你开的，还不得半夜爬起来左右开弓抽自己2个耳光？那你可记着给我保密，别让我丢了这一群送上门的财神爷。那可得再给我加2个鸡腿。就这点出息。怎么发作的这样频繁？看来你那心药，我得赶紧抓出来了。走吧，跟我去见一个人。还要见谁？赵无极。赵王吉参见郡主。坐。锦盒上的毒就是他制的。原来是郡主身边的人。给你那株幽冥花，就是他赵无极亲自去崔府偷来的。什么？柳姑娘，在下可有什么不妥？你偷偷告诉我，郡主到底拿了你什么把柄？是你杀人让他瞧见了？大理寺少卿去丞相府做贼，这要被抓了可是要掉脑袋的。赵无极坦坦荡荡，并无把柄。不过郡主对我有恩。郡主你不坑他就算好的，他还欠你恩情。你当真以为没有我，他赵无极一个人告得成这御状？单凭你一个外乡人进了京城，别说告御状，能不能活过50都难说。多谢郡主救命之恩，若没有郡主，这少卿之位，赵王吉这辈子都做不上。小事，裴家的事办得怎么样了？回郡主，人都已备妥，只等明日面圣对质。郡主可还有别的吩咐？若再有事，传唤一声。赵无极自来见您，免得郡主奔波。人证有了，没有物证怎么行？郡主，你这眼神到底是个什么意思？剩下那点幽冥花粉给赵无极。干什么？栽赃啊，不然拿来吃吗？郡主，往后咱们干坏事能不能躲着点儿？就这么光明正大的说出来，我心里头怪过意不去的。你可小心着点儿，这玩意儿一沾上就吐血，救治不及时是要死人的。多谢柳姑娘提醒，赵某定当小心。那个，我说如果事情办完了，这花儿能不能还我？京城就这毒一株，稀缺的很呢。天色不早，我该回宫了。赵大人，明日就全看你的了。不负郡主所托。赵大人，那个真的很稀缺的啊，你可记着点儿。柳姑娘放心，赵某一定原样奉还。赵爱卿，此事可有结论了？启禀陛下，臣已查明，郡主中毒一事，确是崔家与裴家合谋，证据确凿，怀请陛下定罪。崔丞相、裴侍郎，你们2人还有什么话好说？陛下，臣冤枉！陛下明鉴，臣实在是冤枉啊！
这位赵大人，你可曾查清楚，我崔家与裴家何曾得罪过你？你为何要诬陷忠臣？陛下，人证物证已在殿外候着，还请陛下传召。传。裴海，怎么会是你？老爷，救我！赵大人，你这是何意？本官且问你，此人可是裴侍郎的随从？裴海自然是我的随从。那便没错了。陛下，此人已招供，是他在锦盒上涂抹了幽冥花粉，而这幽冥花粉正是崔府的下人崔六亲手交给他的。你是何人？竟敢冒充我崔府的下人！回丞相，小的是小姐花房里专侍花草的下人，丞相没见过小人，也是常理。大胆！你竟敢污蔑当朝丞相！小人不敢，小人不过是遵着丞相的吩咐办事罢了。崔丞相，好大的威风！崔丞相，看来你是在怪朕，此子悖逆，绝不能一样。陛下，这不是臣写的。崔丞相若是怪朕，大可当面直言，暗地里对一个孩子下手，倒是埋没了你世家的风骨。陛下，请您相信老臣，这信真不是老臣所写，老臣也从未传过半句话。要暗害郡主，请陛下明察。崔丞相，你真当朕老眼昏花，连你笔迹都认不出来了？裴侍郎，是朕给裴家的体面太多了。你一个小小侍郎，竟也有胆子毒害皇家郡主，朕平日里倒真是小瞧了你。陛下，臣真没有下毒。那锦盒若真有毒，臣为何安然无恙？那锦盒是臣亲手交到郡主手上的。这是臣在裴海住处搜出的，正是这幽冥花的解药。老爷，小的真不知情啊！小的不过照您吩咐，在锦盒上抹了点起爪子的药粉，怎么就变成幽冥花了？我什么时候让你动过手脚？就是前日您进宫亲口吩咐的呀。这瓶里也不是幽冥花解药，是解起疹子药粉的，小的多留了些。胡说！陛下，臣绝有害郡主之心。在这满殿众目睽睽之下毒害郡主，臣又不是痴傻之人。人证物证俱在，你们二人还有什么话说？陛下，这崔六口口声声说奉我之命行事，那臣倒要问他是何时何地，由何人替我给你传的信，可有人证？回丞相，是3日前的傍晚，来传信的是福生管家，当时并无旁人在场。一派胡言！3日前福生整日都在我书房里伺候，他什么时候去给你传过信？丞相若是不信，大可传福生管家上殿，当面问个明白。回陛下，臣已将崔府这位管家带来，此刻正在殿外候着问话。传。小人叩见陛下。福管家，3日前，你是否替崔丞相给这崔六送过一封信件？没错。福生，我什么时候让你去送过信？这信是小人自己送的，丞相并不知情。这信上的字迹，分明是丞相的笔迹。这一节，你又如何解释？小人自小随侍丞相身边几10年，仿他一笔字迹，又有何难？那本官再问你，你为何要毒害郡主？那秦金枝本就该死，我家小姐是京城第一贵女，却险些丧命在那嚣张跋扈的秦金枝手里。老奴自小看着小姐长大，早把她当亲生女儿一般疼。那秦金枝不过在白雀寺待了3年，我家小姐却至今卧床不起，起不来身。老奴当然要除她而后快。那么，与裴府那边联络合谋的也是你？自然，
也是老奴。满口胡言！既是你一手合谋，那你且说，你究竟是如何与裴府之人合谋，一步步毒害郡主的？把这过程详详细细讲来给陛下听。是非成败，于老奴而言，已经无所谓了。老奴只恨这一身，不能再替小姐报这个仇。这么多年，多谢丞相照拂，老奴去了。福生，福生！回陛下，人已无气息。原来是崔府的小人冒充崔丞相的自己行此恶事，起心当诛，死不足惜。来人，拖出去，五马分尸。崔丞相的管家已经招认了，裴侍郎还有什么好说？哼，难不成你那药也是你的管家自己背着你下的？陛下，老爷救我！我不想没命啊！老爷救我！裴海这人心性不坚，难当大任，留在你身边不妥，打发到外院去吧。确实如此，陛下，臣从没吩咐过裴海对郡主下手。什么药粉解药，更是无凭无据的胡话。老爷，你怎么能这么说？我明明就是奉了您的命令。可有物证？可有人证？陛下，臣对郡主有怨，这不假。可那是在不知道小儿冲撞了郡主之前的事。若我裴家人个个都是这般下作小人，裴家也撑不过这100年。小人有证据，背面刻着麒麟，这是几年的玉佩？难道是他想杀秦金锥？陛下，是臣对郡主下了毒，臣一时小人之心，做下这等错事，请陛下定夺。好端端一桩事，怎么就处处都对得上？裴侍郎毒害郡主，狼子野心，收监大理寺，革职查办。崔丞相御下不严，停职禁足府中3月，罚俸1年。臣领旨。不愧是朕亲自提拔的人才，短短1日就把这案子查得水落石出。好好办差，过些日子，朕还有更要紧的事交给你去办。臣自当不负陛下所托。退下吧。裴红一见那玉佩就认了罪，怎么偏偏到了崔府下人手里？百家，去皇后请功。不玩了，不玩了。嘿，皇祖母，你耍赖，我马上就赢了。你赢什么赢？刚才还毁了好几步棋呢，是我让着你的。皇祖父，你给评评理，皇祖母耍赖。我才不管你们俩，一个两个都是臭棋篓子，都赖皮。皇祖父说您是臭棋，哼，你也是臭棋。皇后娘娘，柳姑娘给您针灸的时辰快到了，咱们去备着吧。你们爷俩玩吧。裴侍郎跟崔丞相都收拾干净了。崔丞相有个忠心的好下人，已经替他丢了性命。那裴红一见到玉佩，果然就认了罪。我倒想问问，那块玉佩到底是什么来历？那是裴几年的玉佩啊。你怎么知道崔府那下人身上会有裴几年的玉佩？我给的呗。那你又是怎么弄到裴几年玉佩的？祖父，您这装了几年混妹老人，是连脑子也真跟着装糊涂啦？谁猜得透你这鬼灵精的心思？昨天裴几年想见我，亲自去了镇北王府，留下这块玉佩当信物。我只让人回了他句话，玉佩嘛，就没还他。你一开始非让朕把宫里的消息全封了，就是要叫所有人都来不及反应。裴红一见自家儿子的玉佩，只当是裴几年要害你。为了护住这个儿子，一见玉佩就把罪给认了。那裴红是裴青最小的儿子，没什么大志气，却从小被娇宠着长大。前头有个才华世事的大哥替他顶着，本该当个吃喝不愁的富贵闲人，这种人性子注定软。瞧他往日在朝堂上那点表现，可不就是裴家不甘心在这权势局里退下去，才在裴青的大儿子出事之后，硬把裴红推了上来。可这也就注定了，裴红就是日后清算裴家的那个口子。你怎么偏偏就是秦业那老东西的亲孙女？你呀，本该是朕的血脉才对。我若真是您的血脉，您第一个要杀的就是我。那赵无极是你的人吧？
您不是常说朝中缺把好刀？您这贴心小棉袄，这不把刀给您送到眼前了？哈哈哈哈！若是你阿叔能有你一半的心思，朕可就省心喽。最是无情帝王家，阿叔要真有我一半的心思，您这皇位估计800年前就换人做了。满朝的人见了朕，话都得在嘴里颠3遍，也就你敢这么跟朕呛。那是他们不懂您，您要的不是听话的乖孙，是把趁手的刀。乖的，您还嫌钝呢。还记得你8岁那年吗？爬上朕批奏折的案桌。皇祖父，皇祖父！哎，金枝来啦！皇祖父，您想清算这些世家很麻烦吧？我帮您吧。好啊，好一个金枝！世家屹立100年，跟皇权分庭抗礼，一方权势压过另一方太多，都得出乱子。他们想把您架成高台上的傀儡，您能答应？他们忍着镇北王府碍眼这么多年，不就是因为楚国还没倒，边防还得靠镇北军撑着。如今楚国战败了，是啊，仗打完了，元气也该缓过来了，该清的也到时候了。裴家不过是个开头罢了。你当初想拆崔裴两家的婚约，挡他们结盟，可那两家强强联手是势在必行，未必肯松口。那盟约啊，马上就不复存在了。这两家的交情要是脆些，说不准就此决裂，也未可知。那朕就等你的好消息。呸！你也不挑挑就往嘴里塞，这酸的才提神呢。这玩意儿你也咽得下去？亏你吃的满脸香。你说什么？红儿在大殿之上亲口认了他要下毒谋害金之主，这种蠢事3岁娃娃都想不出来。派人立刻去大理寺，给我问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。祖父，还是我去吧。小厮去，那赵大人未必肯让他见着父亲。毒是我自己下的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身上有伤，凡事问明白就回来。你父亲那边总要有个交代。裴公子，少卿说了，您若是来了，让我等带您去见他。那就麻烦仁兄了。赵大人，在下裴景年，那日见过一面，请随我来。赵大人，这是要带在下去哪儿？到了，你就知道了。裴侍郎裴大人，就关在里面倒数第1间，我在外面等你。父亲，景年，你怎么来了？这里阴气重，你身上还有伤，赶紧回家去。父亲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那下毒一事明明是秦金之诬陷，你怎么会认下来？什么诬陷？那锦盒上的毒不是你让人涂的，要毒死那个秦金芳吗？父亲，你在说什么？我怎么会让人去下毒？崔家的下人当庭拿出了你的玉佩，我若不认下这罪，你这副身子如何熬得住这牢狱之灾？你说诬陷？什么诬陷？是那块玉佩。景年，你怎么了？那玉佩到底是不是你的？父亲，那毒不是我下的，是秦金之亲口跟我说的，那毒是他自己下的。奇了，这么大的庆功宴，崔丞相怎么没来？别问了，问了也没人敢答。金之郡主到。都说金之郡主恶名远播，可这张脸真是没话说。3年前就初见模样，3年了竟没走1分样，反倒更生气逼人了。那棺上108颗珠子，听说全是鲛人泪，传言鲛人眼泪是红的，一旦落泪，命也就到头了。那滴泪会化成红珠，搁在海边还能引来鲛人。这棺有个响当当的名字，叫燕绝繁芳，张扬明媚，配上郡主这张脸，倒真是名副其实。这棺我跟父皇要了多少回，他一回都没松口，凭什么就给了他？瞧瞧，我孙女漂亮吧？
跟我年轻那会儿长得一模一样。你快别往自己脸上贴金了。金枝要是长得跟你一模一样，哼，这发冠朕扔了都不给他。陛下对金枝郡主当真是宠爱至极，就连公主们都没有这等殊荣。金枝郡主还不快快谢恩？不应该啊，我这发冠名叫燕绝寻芳，不止公主想要吧？哪个女子不想要？怎么，贵妃不喜欢？这发冠光彩夺目，本宫见了自然也心生欢喜。可惜啊，真是可惜。金枝郡主在可惜什么？可惜这发冠上是牡丹，太正了。贵妃戴不了。都说这郡主无法无天，今儿可算见着了，这话也敢当众说。好一个秦金枝，他竟敢当着满殿的人对本宫说这种话！放肆！秦金枝，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我母妃凭什么戴不了？住口！身为公主怎么大声喧哗，有失体统。按郡主这话，这位自诩高贵的九公主，不过也是庶出，我们倒都是家里的嫡女呢。你不知道，是因为你笨。我知道，但是我不告诉你。父皇，你看秦金枝，当众就敢对母妃出言不敬，你应该重重的责罚她。谁要责罚我的金枝？参见皇后娘娘。皇祖母，您可来了，金枝正想您呢。姐姐来了，刚刚不过是语系跟金枝郡主开个玩笑，姐姐又何必动怒呢？皇祖父，您看，我皇祖母戴得了这牡丹，这凤冠可真漂亮。行了，知道这凤冠是你亲手给你皇祖母打的，变着法儿要人夸，也不害臊。这泼猴性子一向顽劣，你这做长辈的不要与他一般见识。若是喜欢那发冠，朕改日给你寻上一顶。臣妾多谢陛下。皇后今日这身打扮，倒让朕也想起了当年呐。当年皇后娘娘那一身飒爽英姿，本王到如今也是历历在目啊。行了，你们少说些好听的话哄我。今日是中尉将士的庆功宴，大家不要拘束，开宴吧。不等了，开宴。陛下，今日是为我朝凯旋的将士办的庆功宴，只是这般用膳饮酒，未免太单调了，不如让各家女眷献艺助兴，如何？沈家小子说的是，不知你有什么人推荐？这就是沈国公的孙子，沈贵妃的亲侄子沈环，最会见风使舵。听闻金枝郡主琴棋书画样样精通，今日怎么说也是给你家庆功。你身为镇北王唯一的孙女，为这些当兵的献艺，郡主总不会推辞吧？好个阴阳怪气，明里捧着郡主，暗里把我们这些战场上拼命的人当什么了？你谁呀？你不认识我？沈贵妃可是我姑姑。贵妃，你长得也算国色天香，你家亲妾怎么长得这么难看？秦金枝，你说什么？吼什么？什么阿猫阿狗，也敢在我们镇北王府的小郡主面前放肆！敢对小爷不敬，我让我姑父治你的罪。恒儿，宫宴之上，不许胡闹。陛下，浑儿的性子您是知道的，自小顽劣，不识大体，还请陛下恕罪。本宫倒是从未有过这么大的侄子，不知这沈家儿郎的姑父是从哪里论起的？皇祖母问你话呢，你是他哪门子的侄子？稀奇，
皇后娘娘从前再不喜沈家，也都端着，今日这是连场面话都懒得给了。我姑姑是沈贵妃，我自然是跟我姑姑这么论的。贵妃，你家的亲戚不仅难看，脸还大。不许笑！这人啊，就怕没有自知之明。你问问沈贵妃，我叫她一声皇祖母，她敢答应吗？好狠的一句，正宫只有一个。沈贵妃若真应了这声皇祖母，便是召皇后娘娘去死。单这一桩，明日就够她吃下满桌的弹劾折子。郡主就是爱开玩笑，你自小被姐姐养在膝下，臣妾怎么敢抢姐姐的功劳？恒儿不过是童言无忌，还请姐姐不要怪罪。环儿，还不快给皇后娘娘跟郡主赔不是？姑姑，给皇后娘赔罪，给郡主赔罪。赔罪怎么光动嘴啊？跪下，给我跟皇祖母一人磕3个头，我跟皇祖母就大发慈悲，原谅你。你别欺人太甚，想要我磕头，你也得有命受得起。这普天之下，本宫还没有什么受不起的礼。既然说了赔罪，就按金枝说的磕吧。本郡主命硬，也受得起。陛下，你看姐姐这是做什么？怎么还跟一个小辈过不去？皇后说的没错，沈恒一个小辈的赔礼，皇后受得起。金枝是郡主，按规矩，本来沈恒见了就还行礼，既然话都说出口了，就得做到。沈贵妃，今日是我朝将士的庆功宴，你要识大体。好一个识大体！秦金枝何曾守过半分规矩？见了臣妾从没行过一回礼，陛下偏在这时候搬出规矩来压臣妾。快点，都看着你呢。给皇后娘娘赔罪，给郡主赔罪。皇后竟这般不给沈家颜面，一个马夫出身的女儿，如今倒敢蹬鼻子上脸了。姐姐可还满意？本宫自是不会跟小辈一般计较，沈贵妃也要多加告诫。若是再被旁人听到这般口无遮拦，到时闯下大祸也未可知啊。姐姐教训的是，等环儿回了府，妹妹一定让父亲多加教导。不过刚才环儿的提议，陛下也是赞许过的。不知道金枝郡主准备了什么才艺？给我一把剑。来人，把朕的破军拿给他，朕倒要看看他这皮猴要弄什么名堂。那把剑比我还高几轮，待会儿要是真给折腾碎了，那帮御史言官还不指着我皮子骂？一把旧剑也当成宝贝，显摆了大半辈子。不就是娶了个好媳妇吗？年轻时天天显摆，这么大岁数了还显摆。既然各位想看，那本郡主自然得拿出压箱底的才艺。还压箱底呢？宫里授课的师傅都被他气走好几个了，荒唐郡主一个，能有什么真本事？祖父，既然是为我大军庆贺，孙儿就以一段剑舞助兴，如何？好，不愧是我秦业的孙女。此舞乃是我皇祖父亲自传授，各位看好了。陛下亲自教的，谁敢笑，那不是当面打陛下的脸。寒月高悬照甲光，朔风卷沙漫关墙。不破敌口不还乡，军旗烈烈迎残壤。金鼓铮铮震八荒，敌营深处号角响，我军无畏向前闯。
到处抢，线上线，是将贼寇全扫光。踏敌营，斩敌将，收复山河为家邦。金枝以战歌为礼，恭贺我大军大胜而归，同时也祝陛下山河永驻，千秋万代。祝陛下山河永驻，千秋万代。好，好，好！不愧是朕教养出来的孩子，众位爱卿就与朕同饮此杯，祝我大晋千秋万代！才叫拍马屁的顶级高手，贴心话句句说进陛下心窝子里。都说陛下偏爱他，换了咱们来，没准比陛下还要偏爱几分。在外头拼了这么多年，今儿总算有人替咱们把心里话唱出来了。我秦爷的孙女就是非同凡响。金枝这份心意，朕收下了。不仅如此，朕还要赏。说吧，你想要什么？今天朕都满足你。他做梦都想嫁裴公子，陛下都松口了，这回准要求赐婚。我想好了，那就给将士们多发点银子吧，大家都挺辛苦的。多谢陛下，臣等多谢陛下。这祖孙俩就盯着朕这点家底算计，几十万大军，一人1两，就是几十万两，朕这皇帝当的还能再抠搜点不成？就依你，洪德全让户部列出明细，按品级，每位将士在原有的赏赐上再翻1倍。多谢郡主。你看那老东西多抠门，多要他点银子，脸都白了。祖父，几百万两，哥你脸不白？谁让他是皇帝？他不掏钱谁掏钱？你怎么不用我传给你剑术？刚才那叫什么玩意儿？花拳绣腿，一点都不威风。祖父，您那都是杀敌的招式，若是误伤几个，我还怎么要钱？河东裴氏，裴景年求娶，镇北王府金枝秀主，请陛下赐婚。裴哥哥，你疯了不成？老太傅，你家小子这是何意？景年，不可莽撞。求娶之事，老臣并不知晓，还请陛下恕罪。老太傅言重了。裴老太傅当年可是太子太傅，嫡长子出世才上新赐的官，官身陛下一直留着呢。等日后太子登基，他就是堂堂帝师。我听说你与崔丞相家的小女已经定过亲了，怎么还敢求娶我的金枝？回禀陛下，草民与崔家小姐的婚约已经解除，信物也已经归还，男婚女嫁各不相干。草民求娶郡主是真心的，还请陛下成全。什么？裴景年竟然跟崔家退了婚？什么时候的事？怎么半点风声没听到？他退了崔大小姐的亲，去求娶秦金枝，这是疯了不成？崔小姐才貌双绝，京城多少儿郎心仪，若不是早早定了亲，丞相府的门槛早被踏破了。可不是，崔小姐还为这门亲事，差点被秦金枝整治的没了命，这又算怎么回事？老太傅，果真如此？回陛下，景年与崔府的婚事确实已经退了，只是老臣不知道，这孩子退亲竟是为了求娶郡主。你说你想求娶郡主，为什么？3年前郡主对你倾心，你可是百般不愿，今日这又是为何？那是草民年少，不知自己心意。草民早就对郡主情根深重，爱慕已久，如今只是想遵从本心，还请陛下成全。从前我们都笑他没脸没皮，缠着裴公子不放，缠到最后竟缠出个情根深重。早知如此，咱们当初也大胆些就好了。凭什么？凭什么偏偏是秦金枝退了崔莹的亲？他怎么还是看不见我？哈哈哈哈哈！性子都是出类拔萃，少年的爱慕之心都是正常。朕就说，怎么会有人不喜欢朕的金枝？我的金枝是世上最好的小宝贝，要不是他瞧上了这裴家小子，本宫还嫌裴家不够格呢。金枝，这事儿你怎么看？我坐着看。回皇祖父，金枝坐着看。朕是问你，这婚事你怎么看？您3位这不是还健在吗？
轮得到我看。我不同意。肩不能扛，手不能提，这小身板老夫一拳下去命都没了，还想娶我的乖孙？做梦！你没事打人家做什么？裴锦年可是裴老太夫的孙子，才华横溢，我看挺好。那你问我做什么？我问金枝，谁问你了？哼！总之我不同意。哼！金枝是我养大的，轮不到你不同意。裴锦年，你说的话可是真心？草民句句肺腑，还请陛下成全。哈哈哈哈！竟然如此，你与金枝也算两情相悦。见你这字字真心，今日朕就为你们二人赐婚。草民领旨谢恩。世家之间的盟约也不过如此，一旦自己的利益受了损，谁还顾得上别人？明日崔丞相被禁足，触怒陛下被罚的消息一传开，裴家又紧急退亲，京城里那些暗中盯着的眼睛，可不知有多少双。丞相那位子，多少人眼睛都熬红了。那些都是暗处的豺狼，一旦咬上一口，不见血肉是断不肯撒口的。就算皇祖父不再动手，这京城里最不缺的，便是落井下石之徒。瞧着吧，京城很快就要热闹了。郡主，信上的事是否属实？裴公子大喜的日子，不去谢恩，倒来追问一封信。今日你请陛下为我二人赐婚，不就是心中已经有了答案？郡主可否告知消息来源？当然不能了，告诉你了，你反悔不跟我成亲了怎么办？你我是陛下赐婚，若是我反悔，陛下不会放过我。也是，那我也不会告诉你。为什么？你派人告诉我，我伯父的死跟崔家有关，又不肯告诉我，你是怎么得到的消息？不为什么，就是想给你添点堵。还有，我是给裴老爷子送的信，不是给你。你绕过我，直接送信给我祖父。我是裴家的人，裴家的事，凭什么我做不得主？你名声是响，可你还没踏进朝堂，是个生瓜蛋子，被教得太干净，一张白纸。待人接物非黑即白，裴家这盘棋轮不到你落子。你既看得这般透，又何必当街拆我的台？今天是个好日子，装也得装得高兴些。未婚夫，回府。错了，他就是这样的人，狠毒、阴险。可这位未婚妻偏偏并不喜欢我。这大晚上你们四个一起出现，还真有点瘆人。奴婢云雀、云歌、云山、银锦参见郡主。2个月前我送回来的人呢？就关在密室当中。他身上的伤，奴婢已经让人治好了。走吧，去看看他。是。把笼子打开。秦金枝，你来了。怎么不装了？你怎么这么久才来看我？我很想你。我靠，她的眼睛也太漂亮了，简直是想让人挖出来收藏。我说为什么郡主让我把她的眼睛挡住？她要是用这双眼睛跟我使美人计，那我肯定逃不掉了。美人计果然是九皇子的拿手好戏。原来我的金枝长这个样子，难怪我封锁了整个楚国都抓不到你。皇甫南封，楚国败了，送降书的使团下个月就要进京了。你很快就能回家了。你在这儿，我回哪儿去？这是啥情况？这敌国九皇子怎么一副被美色冲昏头脑的样子？虽然咱们郡主是真的漂亮，可能她本身就是贪图美色之人吧。两位姑娘，在下能听得到，不过两位姑娘的声音竟然如此悦耳。我一直以为两位姑娘不会说话呢。郡主说了，你是一个会勾人魂的妖精，不让我们跟你说话。我觉得郡主说的对。金枝，你的婢女都跟你一样有趣。玉香散的滋味如何？你说等使者来，我向大晋皇帝求娶你如何？如果是你做本皇子的皇子妃，与大晋和平相处，我也是很愿意的。太
可惜了，差一点本郡主就能做皇子妃了。什么意思？这法官很衬你。楚国的少年杀神怎么这么虚弱？也不知道还能不能拿得起剑。当初这一剑刺穿你心脉，你命大没去投胎，这回本郡主把你拴得结结实实。金枝，你我可是差点就要做了夫妻的人，你就忍心将我关在这里？这里太寂寞了，想你的时候真的很难熬。看见没有，学学人家美人计是怎么用的。郡主，奴婢那回不算，奴婢是把人劈晕了硬扛回来的，那也是完成任务了。郡主和我们笑了你大半个月，你还有脸提？玉香伞赵长卫，若是反抗，就一剑劈了他。玉香伞加倍，还加？他不会吃死吧？玉香伞只会让人功力丧失，浑身无力力，又不是毒药，怎么吃死人？他一个弱不禁风的皇子，郡主是不是太小心了？弱不禁风，你家郡主我为了绑他，硬生生挨了3剑，差点失血而亡。你以为能让祖父都在他手下受了重伤的人，能是什么善茬？云雀，以后你去送饭。她长得太好看了，我怕我坚持不住。赶紧回房间，把这棺给我拆了，累死我。参见郡主，不知郡主深夜召唤，是有什么事情吩咐？我这个人一向公正，你事情办得不错，郡主我有赏。你要带我去见阿音？不想就下车。多谢郡主。郡主为何发笑？看到你开心，本郡主就不开心。不如今日就打道回府。郡主您开心就好。说了郡主有赏，这狗要是总不给吃肉，会去偷吃别人家的饭的。萧小姐，把他带过去吧。夫人现在估计已经歇下了，现在将人带过去，是不是有些不妥？你还挺心疼夫人。属下不敢。你的夫人应该用不着你的心疼。去，让人把他叫醒。是。这宅子里的守卫全都还了。子瑜，是不是子瑜来了？好久不见，母亲。你怎么还活着？你怎么还有脸活着回来？才一进门就咒我。母亲这10年关下来，脾气倒是一点没改。我若没了，岂不是成全你们这对狗男女？她毕竟是你母亲。你干什么？你别碰他！夫人，你消停些，再扑就该是您先撑不住了。是不是时间太久了，你都忘记自己是个什么货色了？崔大人。我知你心中有怨，你怎么样对我都可以。你已经囚禁了他10年了，放过他吧。放了他，我还怎么能让清河崔家的2公子心甘情愿地为我做事？我愿意服下碧落之毒，任你差遣，只要你能放了阿音。不行，你吃了会没命的，你不许救他，我不同意。为了你，我做什么都愿意。太感人，感人的我不做点什么，都对不起你们这情比金坚。早知你是这么个恶鬼将士，当年我就该掐了你，我真后悔生了你。可惜了，这世上没有后悔药。今日正是他寒毒发作的日子，他若没死，我就给你一个服碧落之毒的机会。不，阿音她身体不好，
承受不了这碧落之毒。你不能这样对他，他会没命的。我当然知道会没命，我8岁的时候就知道了。锦之，她是你的母亲，你不能这样对她。都是我，一切都是我的错。你要做什么，冲我来。你就没想过，你有可能是我跟阿音的亲生骨肉。这种话也敢往郡主头上攀，崔二公子，你也配？子瑜，你有没有事？你不会想说，堂堂清河崔氏的二公子，丞相大人的胞弟，趁着镇北世子上战场杀敌的时候，跟世子夫人狗此，所以我有可能是你们俩的孽种。我是真的很想跟你们演上一出，但是你们这副嘴脸实在是太可笑了。就算我真是你们这对狗男女的孽种，那由我这个孽种来封你们，这是不是上天的报应？疯了，你整个人都疯了。你看他这样子，是不是跟我8岁的时候一模一样？你让我做什么我都会做，只要你能放过阿音。他当年给你下毒也是为了我，都是我的错，求你。谁让你总是不安分？刚才那个侍卫是你的人吧？不安分的人是要受惩的。你的阿音都是因为你才会受这苦楚。你看那儿，你这么爱他，他却因为你要受这寒毒发作之苦。你这爱侣做的可不合格，是不是在想我怎么会知道？那侍卫是3年前才来的，从没见过你。可他一见你却没有半分惊讶，只有一种可能，他见过你。那你又是在什么情况下见过他呢？这3年间，不断的消息证实，妇女有可能是妇女，是你做的吧，崔大人？很可惜，我早就不是人了。在他亲手把那碗药喂给我的那天，就不是了。你到底要怎样才肯放过他？等你陪他一起下到那18层底下，我自然就放手了。皇祖父今年的长命锁比去年那把还沉些。又来了，昨夜东墙根又摸进来2个，被你皇祖父的人按下了。锦之，这回是冲着高点来的，是从西市那条线进来的吧？手法跟上回掐我脖子那波不一样，这回急着求快，不像施家养的死士，倒像谁临时雇的。这些事本不该是你这年纪该懂的。祖父在边关，朕跟你皇祖母在京里，谁都护着你，你只管嬉皮笑脸的长大就成。知道啦，陛下，我去就回。云雀云哥跟着我呢。你的母亲没有死，她在这里等你。郡主，这信来的蹊跷，夫人当年随世子去了，这是何府都知道的事。万一是诱您出府的局，那可怎么好？是不是局，去看了才知道。这密函是府里的人递进来的，做不了假。云雀，备车。难道是上天看在我生辰的份上，把母亲还给我了？那这可是我最好的一份生辰礼。母亲，长这么大了，来到母亲身边来，母亲给你留了你最爱的糕点，吃吧，母亲看着你吃。是你喂的。碧落没有解药，他睡着了，你们叫不醒他。你给郡主吃了什么？他是我生的，轮得到你们插手？快把解药交出来！没有解药。毒妇，郡主是你的女儿。我不知道你背后的人是谁，但是我会把你们一个一个抓出来。阿音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人呢？来人！阿音，你醒醒，你看看我。
原来是你。郡主，我再也不敢了，求你放过阿姨，我愿意替她承受，求求你放过阿姨。放心，你的小晴儿死不了，她只是会很痛苦而已。好了，你的赏本郡主给过了，现在你该做事了。你真是一个魔鬼！把夫人送回去，不然那侍卫又该心疼了。放心，你对我还有用，我不会让他死的。崔子瑜会一直做对郡主有用的人。跟聪明人说话就是简单，我倒是有幸见到一对，一个守卫也值得你脏了手。我要见崔莹。云雀，做什么？你是想说我跟父亲的眼睛长得一样？我肯定是父亲的孩子。我当然知道我是父亲的孩子。皇祖母总说我祖母年轻时候是个大美人，我父亲多亏随了祖母的长相，要是随了祖幼，连媳妇儿都娶不到呢。你瞧，比起父亲，我这双眼睛其实更像祖母。我会让柳依依治好你的嗓子，柳依依的医术很好，我相信她。傻丫头，当初给你取名云雀，就是因为你声音好听。走吧，回去歇着。明天郡主带你们去个好地方，斗一斗，看看谁先下地狱。小姐，你今天不能再出去了，丞相若是知道，肯定要打我板子的。环儿，你放心，天亮之前我肯定回来。爹爹今日已经来瞧过我了，不会再过来的。小姐，你带我一起去吧，我不放心你。你家小姐我武艺高强，你不放心什么？再说了，我带着你还怎么行侠仗义？打人的时候把你当武器扔过去吗？那小姐你一定要早点回来。放心吧，我早去早回。嘘，那小姐你一定要早点回来。连衙门都不替那对父母做主，那今夜就我崔莹替天行道。桃花女侠，桃花女侠在找什么人？赶紧放了我，否则有你们好果子吃！轻一些，别伤着这细皮嫩肉的美人。你是沈恒的打手，我告诉你，你速速把我放开！我跟丞相府的小姐可是至交，你若伤了我，当心让你掉脑袋！别来无恙，崔小姐。钱金枝，看来给崔小姐治病的大夫应该是个神医，不仅能让卧床不起的人健步如飞，甚至还能飞檐走壁。有机会一定要见识见识。你怎么会在这儿？桃花女侠，崔小姐好雅一致啊！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你说崔丞相若是知道，他那引以为傲的嫡女，竟然就是民间劫富济贫、行侠仗义的桃花女侠，不知他会有何感想？郡主这是做什么？我跟那裴景年已经解除婚约了。3年前你已经害得我差点丢了性命，怎么，您这是还想再来一回？瞧瞧，这才像一个活着的人呢。崔小姐每日装成那木讷无趣的样子，瞧着真是碍眼。现在裴景年抛下2家情谊，求了陛下赐婚，您应该痛心如意了，何苦还要寻我的不痛快？若是我出了事，郡主难道还想再背，赶出京城一次吗？崔小姐好不讲道理，痛心如意的不应该是你吗？哼，
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若不是我把你扔到水里，这3年，你如何能装病躲过这门婚约？你怎么会知道？楚大夫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小人参见郡主。你是秦金枝的人。你怎么会知道我装病这3年的事？楚大夫祖上也是御医出身，医术了得，你真以为他看不出？你身体虚弱是服用了秘药所致。那药我藏得密不透风，是你买通了我身边的人。不必买通谁，是我请来的楚大夫，替我看了你整整3年。郡主，我已经按照吩咐在丞相府待了3年，您答应我的事，明日到镇北王府寻我。在下告退。你到底要做什么？我让楚大夫在你每天都吃的银耳羹里下了一种毒，每天都下一点点，就可以让人死得悄无声息。最近是不是经常半夜惊醒，咳嗽，喉咙像有蚂蚁在爬？你心思如此歹毒，3年了竟然还不肯放过我。不过你若是跪下求我，我可以考虑给你解药。我乃第一氏族崔氏女，你这样的毒蛇也敢让我折腰？既然你要我死，那你就给我陪葬。放下剑！要死你死，我崔莹可长命100岁。郡主，不追吗？你出门怎么还带熊啊？参见郡主。把后面那些人都给我剥光，吊在城门上。兄弟，搭把手。你跟他不是一伙的。走吧，跟我去个地方。你到底要干什么？我不跟你走。你若是不听话，我现在就把你扔进大堂里。你猜明天京城茶楼说书的会怎么说？京城第1贵女夜探青楼。不是说要去什么地方？怎么还不走？崔小姐别想逃跑哦，我打人很疼的。等本小姐回府，定要寻几个高手把你们都比下去。你来青楼，就这么让自家的马车停在这儿，你不怕被人看见？在京城，有什么是我秦金枝要怕的？别人看到了也无所谓，这是我祖父的马车，出了事全赖祖父。要说也说我祖父，你这哪是出门？你坑祖父坑得太离谱，分明是把镇北王往火坑里推。怎么回事？乖孙想我了。郡主到了。你们这是要做什么？大半夜的拿这么多珠宝？罢了，先看看这疯子葫芦里卖的什么药。秦金枝，你又要闯？什么祸？